以前水安全，不怕水淹，再来水环境呢，生活水准提高了，希望把整个河川的环境变好，那大家可以去散步等等。河川在硬体设施完成之后，要有一个像法子溪这样有个水文化暨环境教育馆，然后让民众有一个机会可以知道整个河川它以前的状况。那经过我们的努力，然后未来会朝向哪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提倡了水文化。自然解方其实是一个回归到人类生活的本质，来探讨什么跟自然共生的一种方法，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巧，透过教育也好，透过行动也好，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到我们推进的这些相关工作，循序渐进的也让大家了解到回归自然的一个方法。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这样的感受，就是从饮水灌溉的这些农友他们的口中，就发现说他们对于这个河流、这个法子溪的情感，也因为我们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护溪的这样的行动，有感觉到他们的稻田变得更健康，青蛙也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蛮感动的。最慢到明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个法子溪防洪的治理率就已经100%完成了。在一些维护管理工作方面，要比较贴近自然解放的一些方式是可以去考虑的。因为第一个安全的条件我们已经守住了。净溪这几年来总共办了160次，参与的人次11000多人，捡了快20公吨的垃圾。我们慢慢的去让这一些工程师、工程人员认同我们的理念，而愿意调整他们河川治理的方式。我们发现说，我们搭建的这个荒野法子溪平台，事实上是让很多对环境有善念的民众可以去发挥他们守护环境的一个力量。我相信我们是创造了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来一起做这一件事情。所谓自然解放是保护、保育、富裕、永续利用、管理自然或者经改造的陆域、水域、海岸、海洋生态系统，来有效的去调试、回应社会、经济跟环境挑战，带来人类福祉跟生态系的韧性方面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多重的效应。所以自然解放它其实是观念、态度、价值观上面的转变。我怎么样从我要去进行治理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转变到希望能够同时兼顾人类的社会福祉，同时兼顾生物多样性等等不同的层面，在规划设计里面去产生多元功能跟目标，那解决环境的问题，重新建立人跟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早期面对于不同尺度的洪泛、水质等等，到后期开始民众参与，对于不同权益互惠之间得到权益的得失的这个手段，它是一个相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政策整合跟可持续上包容性的治理的行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 NBS 的这个见解。法子溪的河段的话，你河道整理完之后，它的植被项大概90天就回来了。它的生命力真的是比我看过的台湾的其他溪流来得好。长河水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不要怕水大或水小，怕断断续续。台湾的一个进步啊，人就是说不会以人为主，保护这个 resource 是大家的责任，然后可以保有它的绿带的生态，水里面的一些昆虫。一直到鱼，那有鱼它会有鸟才会吃这些东西，所以慢慢的其实是在恢复当中。不是只有自然，还要兼顾到，这基本概念就是尽能一点的话才是 NBS。那个尺度不是只有空间的尺度，也包括社会还有经济，这些都要兼顾。这个是石虎协会他们特别要求的为什么要留冰溪带呢？他跟我们讲说，这边有2只石虎在活动，我们的人已经可以走下去，去亲近这个水。这个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成就感。透过台湾本土的案例，我们把一些好的，把它汇整成案例汇编，然后有一个导引。那我们台湾这样子的特色，也可以跟国际交流。自己可以改善的一份心力，都付诸行动，那相信环境会越来越好。整个流域来看的话，公部门跟地部门大家要共同协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自然解放去应对我们的挑战，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这些多重的一个效益啊。那了解各方的一个意见之后，对未来的一个推动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NBS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主流化的价值。Mainstream 里面有2样东西其实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这个知识的传达，必须要大家有高度的认同感。
然后第二个是找到好的案例，把那个准则好好的盘一下、爬梳一下。我们要有一个 evidence base 的一个循证的机制。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去建立所谓的 governance。